你是在爬山的时候裤子破吗？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裤子破掉了，裤里面只有穿一件内裤。那你内裤是什么颜色？红色。然后你这是好吉利的颜色啊，好适合过年啊！谢谢大家。所以你是在谈恋爱吗？我觉得当时好像有暗恋某个人。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月牙湾的泪光在丝路上被遗忘，然后就唱起来，然后就自动忽略下面。你有听过这首吗？我听过啊，我当时去月牙湾的时候就放这首歌。真的啊？对，所以你是在谈恋爱吗？我觉得当时好像有暗恋某个人。Oh my god！ 谢谢。这个他还有 highlight。哦，对啊，是 highlight， 他还没有当时我真的是碰到水。所以你这个是什么时候去的？就是国中。应该是国中吧。所以你国中遇到了谁你不记得，然后你写这么刻骨铭心的话。我有点忘记这个是在对谁讲。可能有很多个对象。傍晚到了传说中的鸣沙山和月牙泉，狂风骤起且湿度够高时，据说针会发出声响，像竹弦丝竹或巨大声响，因此得名。这个是几年的？好像是2011，我真的忘记是几年前。所以大概就有7、8很久。那其实蛮不一样，变化蛮大的。那段时间我刚好辞职没有工作，然后我就想说，在我下一份工作之前，就刚好有一个小 gap 就可以去旅行。你去的时候边上有那个亮晶晶的这种灯嘛？什么灯？月牙湾边上，就它会铺一个灯，什么灯？类似荧光灯，就是你晚上的时候也可以看到那个月牙泉是亮的。那感觉好丑哦。对，很丑，但就是现在我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对，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旁边基本好像都没什么人呢。对，因为你那个很早啊，它还没有开发。对，7、8年前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就还不是旺季，当时我以为整个敦煌应该没有这么多人吧，结果去了以后发现觉得会是一个很浪漫的敦煌。因为去的时候就发现好多人，就是从我一进去开始，就是有人问你要不要骑骆驼。月牙泉上面旁边有一个山嘛，就会有商业化的那种拍摄。走个10米就能看到一个女生，就是穿着那个敦煌衣服在那边各种拍，就各种做一些奇怪的动作。然后下面那个摄影师他可能是雇佣的，就是基本上有一个产业在那边形成了，就觉得好像我就来到了一个大型的影楼，你知道吗？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在这个产业成熟之前呢，其实我们身为个体户，其实都有在做类似的事情，只是没有那么夸张而已。对，是。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而不是都跟大家一样。就这样，如果都跟大家一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好特别的嘛。但是如果是有自己的风格的话，那这样才有往下深研的值得性。对，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随大流，说大家都拍这个类型的照片，你就去往那个方向去拍，那就是千篇一律。除非你觉得很有你自己个人的特点什么的。我做那个单反就是一直往里面堆沙子。就它那个前面那个头卡沙，对，就会因为有风吹，然后再加上它本身我没有办法去保护它，因为往上爬。所以最后这个就是你当时选那个镜头盖的时候，你就明显的感觉到里面其实有一些沙子了。而且都是要把它盖紧，不然那个风沙其实会一直刮那个荧幕。对。我们先坐越野吉普车到一山鸣沙山群中的其中一山半山腰，再徒步走到山顶。在沙地中行走格外困难，因为每一步踩下去后，沙子会带着你的人往原点稍微挪动一下，就像走一步退了半步的情况。尤其上坡，大腿特别需要用力。不过到了山顶，山棱线，一切都值得了。那夕阳，那沙地，那可爱的绿洲。你要爬到山上，山顶上，你才可以看到整个月牙泉的全貌。然后呢，它只有一个梯子，其实是就这个梯子。对，它只有一个梯子，所以所有的人呢，你都只能踩这个梯子往上走。然后你如果不走，后面的人就会催你。对。但你知道那个山真的很高，半山腰的时候我真的累到不行。
我就想说算了吧，反正已经到这里了，我觉得应该上面也没什么差别了。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不甘心，他就说我既然都来到敦煌了，我今天晚上不看到鸣沙泉边的落日我就不走。然后他就一直往上爬，然后我想说，何必呢？就是差不多就行了。然后我就想到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一直想说努力，就是要努力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够呢？就说你要爬到山顶的一定要爬到山顶才算够嘛？我觉得我就是在半山腰躺平的人啊，我就是觉得这个位置对我来说是舒适的，我可以看到风景。我也不用去所有的人都往山上走，我也要跟着他们去往山上走。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你必须要看到黄昏的鸣沙山月牙泉，所以大家就一窝蜂往上。为什么大家都说山头的风景很好，我半山的风景就很差吗？停了20分钟以后，手机短信忽然那个响了，然后我那个小陈同学就发信息就说。你搞什么啊？你现在不上来，你日落就看不到咯。就是他说山上风景不错，我爬到了山顶，就是没有任何大的区别，因为月牙泉还是在那个样子，只不过你的高的视角就是看上去可能更高一点，然后你就可能是一个比如说30度跟35度的差别而已。对，但你要付出的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多。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有时候你真的是需要取舍去放弃一些你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东西。这里面也当中有一个命题，就是当别人一直说那里很好那里很好的时候，就是很会动摇，就是你坚守住说不要，我就是要看我这边想看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半山腰，我可以看到那个太阳从就是红到紫，然后慢慢收尾的整个过程，而不是说你爬到顶，然后你看到的就是最后那一瞬间的那个收的那个点。就是重点是你要看什么，或者你觉得什么对你来说最重要。我没有讲我裤子破了的事情，对不对？你是在爬山的时候裤子破吗？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裤子破掉了，然后因为我裤子后面破了。你是在爬山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发生的吗？还是我不确定是爬山呢，还是说我拍照。因为我后来去魔鬼城嘛，我那个魔鬼城之旅就是一直在爬和拍照，然后在地上就是乱坐，就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磨破的，然后后面裤子就越破越大，然后因为是就是秋冬嘛，其实不是秋冬，就是夏秋之际，所以我里面没有穿任何的打底裤，里面只有穿一件内裤。对，然后呢？那你内裤是什么颜色？没有人提醒我，红色，然后。就很尴尬，我就一直在那边。你这是好吉利的颜色啊，好适合过年啊！谢谢大家。然后我很尴尬，就是我当时我同行的小伙伴们，他一直在跟我是这样侧着走的嘛，就我们两个讲话，他也不会发现，他不会发现。然后我们两个好死不死，我们就去了敦煌夜市，然后我是那个裤子破的去的，你知道吗？巨大一个洞，然后后面基本上屁股都露出来了。天啊！就在那个夜市逛来逛去，我说你去那个卖手抓饼那个地方排队，我去买一杯奶茶，我们两个各自分头行动。买完奶茶拎着出来以后，后面有个小姐姐远远的追过来，我当时想说，要么是奶茶没付钱，要么是什么情况，就是因为她追了我很久，就追过来，她说小姐姐，你知道吗？那个你裤子后面破了。那个我围巾给你哦，好好哦，人。我当时就想说。哈？什么？给我一条围巾？我当时瞬间暖心暖到不行，我又尴尬又暖心。这个小姐姐真的好好，为什么敦煌的人民都这么的善良，然后很热情？她自己就把那个围巾送给我。我回去以后，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我说敦煌这边人实在是太好了。然后就觉得说啊，有了它我可以再吃3轮，然后就吃到真的不行，然后再回去。但是敦煌你也去过莫高窟莫高窟去过。我记得莫高窟当时就我有点抗拒去，因为我觉得就导游就会一直说什么什么它又有多少年的历史，又有多少年的文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听久了就会觉得说又是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听跟本人去其实又不一样，因为前秦后历经北朝。就是南北朝嘛，然后隋唐五代十国、夏元各朝代基本上都是不断的反复在修缮嘛。对，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每个朝代它的风格啊，或者它的审美的变化，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所以如果前面一个朝代它的壁画就旧了什么，它会叠。对，就我记得它好像是一层一层，然后你用那个东西凿开，你就会发现它的浅层壁画和里面的深层壁画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就是有一些它可以有展现，就是类似一半是原来的那个前面一朝代的，然后后面是另外一个朝代的。然后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有一些洞窟它是被毁掉了。记得有一个洞窟是，就是真的一半壁画全部没有了，就是看了就非常非常残破，但你就能感觉到那个历史就在那边，就仿佛就曾经有人很仔细的描绘完之后，然后又有人很恶劣的，就是把它敲掉了。有735个洞。因为每个洞都说得很仔细，所以有很多好听的故事。我不知道，就我觉得我很长时候对于这种历史的东西都会有某种感应，就是过去到那边，然后就会开始就听到那些什么飞天的故事跟佛祖这些故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瞬间被带回那个时候的感觉。就你知道那种电影的快进，然后就好像真的就是有人这边画，然后有人这边找，然后后来又风吹来，然后又地震，又巴拉巴拉这种。对，所以就是真的是很伟大，我觉得就是能保存到现在，而且还存在，还是继续在保存。对，很好吃的沙葱，它比一般的葱长很多。它有做那个沙葱饼，或者说它就是直接就是炒吃，就是类似用做菜的方式去炒。是有点像那个水莲啊。对，就是非常非常的，而且没有那种葱的味道，就炒出来，然后就是这样一拌沙葱，巨好吃。然后那个老板说，你这个东西只要带回去1-2天，马上就坏掉，所以你只能在当地吃。驴肉黄面、胡杨焖肉，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然后驴肉黄面，我觉得就是把他们那边的那个特色就综合在一起，又有那个大盘那种面食那种筋道的感觉。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吃到最好吃的面类真的是在新疆，它的面是有那种面香，就是光吃它的面本人就已经很香了。可是驴肉好吃吗？你吃得出来它是驴肉吗？一开始吃会吃不惯，但是其实它比一般的肉稍微的更筋一点，就是比一般的牛肉更筋一点，更就是有有口感，有嚼劲。杏子茶，然后它做得好的话就会很好喝。就新疆的李子它是甜的，对，在沙漠里面，然后又很干，然后又很热，然后你只是需要一点东西让你口水流出来，会感觉好一点。对，我们现在是在做美食节目，对，有点延续的概念，就仿佛在另外一个频道。然后最后走到最代表性的9层塔，就是那个佛祖拍照。对。然后9层塔的洞是先低后高，所以一进去原本以为只是一个小洞窟，但一往更深的地方去，一踏进去台阶就看到往上看，然后就那个佛就这样坐着，然后他的脚趾比我的头颅还要大。对。然后往上看是看不到佛祖的头的。莫高窟真的是出于一个我必须要去看一看，那边的这个佛像和壁画的这个心态去膜拜的。因为我看它就一直在修缮嘛，对，它有一部分洞窟给开放的，有一部分它就是专门就是只能在那个里面做修缮。然后它有一个团，然后就是类似每一个团大概看10个左右，10到20个类似左右的洞窟，但是每个团带你去的窟都是不大一样的，所以说就是看运气。有些人就会一直反复的去，因为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对。然后有人说过，就是如果你要让你的小孩只学2种学科的话，你要让他学什么？然后就有人说要让他学天文学跟历史。然后就问说为什么？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他说你学历史是因为你要体验，你要去了解到人类在时间线上的渺小，然后天文是因为你要理解到人在空间上的渺小。然后我就很渺小的对蝼蚁。然后看完以后觉得。我头发怎么这么乱？